现在再来泡，泡葡萄干。先把这个瓶子归零哈。那葡萄干，像这种的葡萄干哈，那我是250克的葡萄干，250克，它这样产生出来的葡萄菌呢，它的发酵力会比较充足。OK，250哈。那要多少水呢？我们的水的话，就是要烧开以后的水，这是煮过的水。多少呢？约莫在1000cc 哈。OK， 这样差不多在1000cc。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泡了一天的葡萄干，它现在里面已经充满了气泡了哦。那我们摇一摇看看会有气泡。很多泡泡没有很多泡泡，充满了气泡那因为我泡葡萄干的时候，它的瓶子里面还有留了一些之前泡的那个酵母液葡萄干酵母液，所以它重新再培养的时候，葡萄干加上原本酵母液再加水进去之后，它会那个发酵的会比较快，就是它会产生酵母菌的速度会比较快当成一个药引的作用那每天呢都要给它打开来看。然后摇一摇，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好，它的表面是这样子，表面是这样子。那打开来干嘛呢？可以闻一下，通常都会有什么味道？酒味，还有醋酸的味道，通常会有这个味道。那打开呢，要摇一摇，摇一摇摇晃一下，来，我们看摇晃一下。让这个它里面瓶子里面的气体交换让它有新鲜的空气，再让它能够接触到这个葡萄干跟葡萄菌水那摇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盖上去，再把它绑起来那这个就是第一天我们泡了一天之后所需要做的动作。那这样的动作呢，连续3到4天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已经泡了第2天的葡萄水这个培养这个葡萄酵母菌，那已经泡也比昨天更多了那我们今天一样要给它打开，好，让它做一个气体的排放，气体交换。还是有点酸味好，稍微摇一摇。OK， 好，我们今天要来这个采收葡萄酵母菌。那这个是已经泡了3天左右的那个葡萄水它这里面充满了酵母菌。看到泡泡的地方就是酵母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采收，那才能够来制造我们的酵种，天然酵母酵种葡萄种。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采收咯。首先这个器具都要先消毒过这早上已经用热水消毒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葡萄水把它打开，闻一下充满葡萄的香气。那这个也是之前用的之前装葡萄水的。那我们就把它拿个筛子
把这个葡萄水倒出来，然后把它压一压。因为这个葡萄干本身已经泡了3、4天了，那它的话就比较有点软烂了，把它挤出来，葡萄菌水哈。它的葡萄菌水充满了酵母菌。那我们就依序的都把它倒出来。哇，好香哦！葡萄的香味。这就是葡萄酵母菌哦，很香。那这个滤过后的渣啊，有人是拿来做饼干呐。那因为我不太吃饼干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当厨余了。虽然有点可惜哈。那这个瓶子里面呢，要把它留一点点在这个瓶子里面。那我们下次在做泡这个葡萄干的时候呢，它的原来的酵母菌能够增加它的那个葡萄酵母菌的生成哈，就是要给它做引子就对了哈，做有印了哈，药引的意思哈。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这个葡萄菌水就做好了。OK， 那这个葡萄菌水已经采收完了。那这是刚刚的瓶子，那这个是菌水，那这是葡萄渣。那菌水没有马上用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时候就把它放在冰箱哈，1个礼拜左右呢，可以把它用完。那我们现在要来制作这个发酵种。那我们首先看到，这就是我们制作完成的这个酵母菌哦，葡萄酵母菌。因为我从冰箱拿出来，那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回温一下。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面粉，我这一次用的是法国粉，你用高筋面粉也可以哈，只是说它发酵的过程，它的膨胀性会有不一样，酵种的膨胀性会不一样哈。那找了一个这个盒子，这个盒子记得要洗干净，最好要消毒过。那一个过筛。那我们待会呢，就会先把面粉200公克配上200公克的葡萄菌给它做个搅拌，然后放置，一般来讲，如果是发酵温度28度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哈。那如果室温的话，你可以时间稍微拉长，到3个小时都可以。那这个是经过2个小时之后的培养啊。感觉上还没有长得很大，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进行第2次的喂养，一样相同的哈，200克的面粉，给它200克，然后不一样了。OK， 来，那再换一个刚做好的，对，给关羽，这是教育，面粉，然后那个发酵，这药，如果的话，你可以像冒冰点，放热的下去。那我们时间就算过了，煎药会3到4，可以。如果你觉得2是8会1那30最好。行啊 ，OK， 那我们7或是。那这样子呢，再去给它做发酵，让它长到2倍大，就可以放冷藏冰起来。明天再继续做喂养的动作，那就先这样子咯。好，那我们这个酵种已经培养过2次，那我们刚从冰箱拿出来，稍微退冰一下。那我们现在做第3次的喂养，那一样，这个面粉200公克，我们先过筛。哦，
多了一点。好，200克哈。那一样，葡萄菌水呢也是200克。OK， 多了一点点。OK， 好，就这样子。那就还是老样子，把它搅拌，让它面粉跟葡萄菌水能够搅拌在一起。那这个是第3次的喂养哈。那会把它下无的性，无的性。对不对？气真的。停掉。好，那这个完成第3次的搅拌，那我们就给它放在室温下给它发酵，可能要比较久一点，就是发酵到它的2倍大就可以哈。好，就这样子咯。看看喂养3次之后，它现在发酵的效果，那就是这样子哈。发酵效果。好，那么再来做第4次的喂养，一样，200公克的面粉跟200克的葡萄菌水哈。OK， 好。然后这也就到谁的菌培养灌好，我们再搅拌安慰，这是生面。那这发虽然轻响，因为我们这样音性响一点。好，那我们就开始给它搅拌咯。好，那我们搅拌的差不多了哈，那就待会再给它进入到第4次的发酵。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就是经过4次喂养之后，它现在发酵到整个盆子的快8分满了哈。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没有要立即使用，我们就把它包起来，放到冰箱冷藏，等到要使用的时候再按照比例把它拿出来用。那这就是我们葡萄酵母菌培养之后的酵种，葡萄酵种。这就是增加我们面包风味的一个关键。那我们这一次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